这是丁旭这周第3次洗车。从3周前开始，他每次洗完车到家，第一件事都是洗澡。洗完澡，他照例过来亲了我的脸颊，然后抱着女儿学习英语。一切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，但我知道有什么不同了。姐，洗车还是修车？汽修店的小伙子站到了我车边问。我缓过神来，发现排在前面的车都已经开走了。技术怎么样？我看着他，有点年轻。必须没得说，10多年的老师傅了。这话不太可信。你有20岁？22。他趴到我的车窗上，笑得灿烂。我从10岁就跟着我爸修车了，世家传承。这话把我逗笑了。我说上来。他向我车后看了一眼，后面没有排队的车。姐，先说好，虽然你很漂亮，但我卖艺不卖身。他拉车门上来，嘴里还逗着贫。我嗤笑一声，现在的年轻人脑袋里都在想什么？我在手机相册翻出丁旭的车。这辆车认识吗？必须认识，我丁哥的车，常客。他突然反应过来，哟，姐姐不会是丁夫人吧？你跟他很熟？瞧您说的，顾客是上帝，哪轮得到我熟？我点点头，拿出一个黑色的微型录音器，递给他，帮我把这个装到他车上。他愣了一下，接着有点夸张地笑起来。别，这犯法的。1万。他扣了扣脸，说，试试？不是试试。我说，必须成功。丁旭回家时，我对他说，汽修店的会员卡我又充了3000，看你最近用的有点多，就多充了点。他的会员卡是我办的，我的手机有余额提示，所以每次都是我给他充钱。谢谢老婆。他过来抱住我，最近总跑郊区，天又热，洗车洗得勤了些。你怎么还跑上郊区了？李希文欺负你？我去找他算账。我故意说，李希文是公司合伙人，我们3个大学毕业后一起创业，后来我生了孩子才退出公司。他把头靠在我的肩上，不是，一个新项目，之前不是和你说过？手底下的年轻人太毛躁，我先自己跟一段时间，捋顺了再说。我心底冷笑，公司运营了10年，还需要老板冲锋陷阵，那是公司的失败。该放权，事必躬亲会累死的。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，为了你和佳佳宝贝，累死我也愿意。我伸手挡住他凑上来的嘴。我有种感觉，他脏了，但是我又觉得是自己第6感出了问题，因为理论上有些说不通。用李希文的话说，那就是老板娘不在公司，但公司一直流传着老板娘的传说。在我怀孕的时候，公司出现了资金链断裂，一度濒临倒闭。我们是大学生创业，总有一种莫名的正直劲儿，上游的款项从不拖欠，但是在下游遇到无赖。那个下游公司的老板是个地痞，满脸横肉，一身纹身。前去催款的员工有被恐吓的，有被晾着的，还有直接被赶出来的。后来丁旭自己去催，那地痞直接脱了上衣，拧着眉毛说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真是秀才遇到了兵。在他们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我挺着9个月的孕肚去了那家公司。我抱着肚子对那地痞说，没钱我也生不了孩子，你不是要命一条吗？我们娘俩再赔你2条。他指着我的鼻子嚷，你一个孕妇跟着凑什么热闹？赶紧滚！我要我自己家的钱，你说我凑什么热闹？我生孩子养孩子的钱都被你吞了，你谋我的财害我的命，那就都别活，有我们娘俩陪你，你不亏。横的怕拧的，拧的怕不要命的。最终他当着警察的面，一分不少的把钱转到了公司账上。那天丁旭满脸煞白地冲向我，浑身发抖。他说，如果我和宝宝有什么事，他也不活了。这件事在公司传得神乎其神，加之李希文的推波助澜，我的彪悍声名远扬。在公司里，丁旭就是一个受气包的形象，应该不会有人敢打他的主意。但我还是捋了一下公司女性员工名单，盘了一圈，确实没有人匹配。丁旭的出轨对象不在公司。
但丁旭的休息时间几乎都是在陪我和女儿，他很少出去社交，就连李希文叫他喝酒，他都很少去。他没有条件认识外面的人。我想，也许是我错怪他了。汽修店的小孩给我打电话，他的声音带着一种难掩的兴奋：“姐，成了。”我想挂电话，他却说起来没完，真刺激，就跟当间谍似的，我手都抖。就这心理素质，还当间谍，当飞碟也费劲。我取了1万块钱现金，装在信封里，给他送过去。真给啊？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。合适吗？说好的事，给你就拿着。得嘞，谢谢姐姐。他接过信封，脸上有掩饰不住的笑意。对了，姐姐，他举着接收器说，这个我帮你调吧。你们女孩子对这种电子设备应该不太灵，不收钱，算是赠送业务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不知道我学的专业是信息技术，在学校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调试这种设备对我来说只是小儿科，但我没有拒绝。好，麻烦你了。丁旭说要把女儿送奶奶家住几天，怕爷爷奶奶太想念孙女。女儿晃着小脑袋，一脸了然的表情。你们要过2人世界就直说，不要让爷爷奶奶背锅。他人小鬼大的眨着眼睛。我知道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快到了。我点着他的鼻子问，这都是谁教你的？还用教吗？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。他爬上我的肩膀，附在我的耳边说，妈妈，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爸爸偷偷订了餐厅和你喜欢的花，说要给你惊喜。你都说出来了，惊喜没了。我看着他，故作失望的样子。没了就没了呗，反正你们也不带我。我笑出了声，他这耍无赖的样子，活脱脱一个小丁旭。我开始觉得自己安窃听器的事做得太小人，也许真的是我太敏感了。结婚纪念日那天，丁旭在中午时打电话给我，约我5点去餐厅。那是一家私厨，很难约，因为早就被女儿点破，我只能表演惊喜的样子。但我的演技不太好，有点用力过猛了。我想，孩子可能就是中年人破坏新鲜感的源头之一。出门时，我特意打扮了一下，穿上丁旭送我的长裙，等着他给我的另一份惊喜。希望这次的演技能自然一点。可是我反复练习的演技并没有派上用场。丁旭失约了，他打电话说郊区的项目出了点问题，要赶过去处理，让我自己先吃，下一次再补偿我。菜上齐时，花送到了。我看着娇艳欲滴的花，心底泛起冷意。我拨通小孩的电话，问他调试好了吗？必须好了，姐姐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他一如既往的贫嘴。那就从今天开始试试吧，明天我去找你。丁旭回来的时候是晚上10点45分，他洗过澡，爬上床拥抱我。对不起，今天临时有事，爽约了。他亲吻我的鬓角，明天我们再去好不好？明天可能不行。我看着他，那里至少要提前半个月订。他眼里含上笑意，那我们就半个月后再去。我没有说话，他突然翻身压住我，把头埋进我的颈间，亲吻我的锁骨。老婆，我想你了，我们给佳佳生个弟弟吧。我们确实有要2胎的打算，但不是现在。我按住他伸进我睡衣里的手。你累了，先睡吧。老婆，你不想我吗？他呢喃的声音带着委屈。我哄他，你开了半天车，我是怕你太累。快睡吧。好吧。他把脸贴在我的背上，那明天我再要。明天吗？我盯着眼前的黑暗，明天就能真相大白了吧？姐姐来啦。那小孩像往常一样呲着牙冲我笑，只是笑容少了几分真诚。他上了我的车，手却一直蹭着鼻子。拿出来吧。我说。他突然清了清嗓子，伸手指向前方。姐，咱们要不去那边吧，那边清静。你不是在上班？走了没事。开玩笑呢。他不太自然地开始逗贫，10多年的老师傅还给人打工，那不是跌份吗？我，小老板，
大老板是我爸，没人管我，心理素质不过关。我想，他努力想表现得正常，却让人一眼看出来他有事儿。我把车开到了没人的地方，现在可以拿出来了吧？他讪笑着，那个，姐，其实吧，这样偷听真的不太好，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你想要多少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他突然扳正脸色，我不要钱，我就是觉得你还是别听了。我不说话，只是盯着他的眼睛。他被我盯得发了毛，破罐子破摔地说，听吧，听吧。录音是从那个女人上车开始的。老公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丁旭似乎有些烦躁，你非让我来干什么？我想你了，我真的好想你，见不到你我都要死了。那你也别不分场合的找我好不好？那个女人似乎是哭了。我错了，可是我真的好想你，你不要凶我了，抱抱我好吗？我听到丁旭无奈的叹息声，再接下来是接吻和喘息的声音。我不知道窃听器按在了什么位置，音效清晰的让我发抖。老公，别带，那个女人气息不稳地说，我想给你生孩子。我有老婆孩子。我几乎咬碎了我的牙，丁旭在这种时候还能想起我和我的女儿。我不会破坏你的家庭，我只想生个你的孩子，让他陪着我，我就再也不见你啊！啪，录音被中断了，我的手被硬生生拽开。别抠了，再抠手都烂了。我茫然地看过去，那小孩一脸凝重地看着我，低下头，我的手背上是被指甲抠破的皮，血肉模糊。我都说了不让你听，不让你听，你非要听。他的语气有些急躁，手上用力抽了几张纸巾，无比嫌弃地丢给我，擦擦你的眼泪。我才知道，我居然哭了。我曾经想过，如果丁旭出轨，我会怎么样？想象中的我平淡冷静，心绪毫无波动，毫不留恋地抛弃了他。但直到真的确定了这件事，我才明白想象和现实的差距。也许从前我的潜意识就不相信丁旭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。丁旭很爱我，爱到李希文说他是舔狗，他也不急恼。我对爱情开窍很晚，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。他说他追了我很久，我却毫无所觉。初时他对我的照顾，我以为只是出于同学间的关爱，直到他把我堵在教室外的走廊上，问我喜不喜欢他。我思索了一会儿，坦率地告诉他我不知道。他的脸色暗淡下来，却也没说什么。在那之后，他依然很照顾我，只是我再也无法坦然接受了。我的室友问我，安小雅，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？也许是被问得多了，我开始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。校运动会的时候，他跑400米接力，由于他的失误，他们组与冠军失之交臂，他懊恼地抱着头坐在地上。我想我还是喜欢他的吧，不然看到他失落，我就不会难过。所以我同意了和他交往。他的朋友们起哄让他请客，说他丢了冠军，抱了美人，因祸得福了。他曾在我耳边说，还好那天输了。丁旭再一次去郊区的时候，我跟踪了他。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，也许是我心底只相信眼见为实。车是找小孩借的，他的要求是他和我一起去。他说他担心我带着他的车同归于尽。这个笑话并不好笑，我没理他，但是我同意了他的要求。我不堪的婚姻已经暴露在他眼前，也不怕他再知道的更多了。郊区的路不比城市，小路多，弯绕多。丁旭轻车熟路，开得很快。我突然有点庆幸，这小孩硬要跟来了。如果是我开车，大概不被发现，也早就跟丢了吧。丁旭的车最终停在了一个厂区的侧门前，在拐角处，我终于看到了那个女人。那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女人，被鲜艳紧身的连身短裙勾勒出窈窕的曲线。她飞奔着朝丁旭扑过去，两个人紧紧相拥。我看到那女人仰起头，丁旭毫不犹豫地亲了上去。他们如同一对热恋中的情侣，黏腻奔放，毫不避讳。我的身体隐忍到发抖。俗气，没你好看。我转过头去，小孩真诚地冲我点头。
真没你好看，太俗艳。这么远的距离，我不知道他是从哪看出来的俗艳。我想他是在安慰我。那两个人很快上了车。还跟吗？小孩问。我咬着牙说跟。他们去了商场，我和小孩就在地下车库等着他们回来。这样有必要吗？他无聊地吐槽。我没有说话，静静地看着前方，但又什么都没看。小孩突然推了推我，我看到他们满载而归。丁旭的车再次启动，离开了地下车库，越开越偏，最终停到了河边的桥下。我在桥上看到他的车开始有节奏的晃动。又在车里。小孩显得很无语。是呀，又在车里。丁旭的亲热开始让我恶心。周末午后，女儿不在家，她变得肆无忌惮。她在客厅就抱住了我，嘴拱到我的脸上，喘息着说：老婆，该还我了。那喘息声和录音里的一模一样。我突然想起结婚纪念日那天，他和那个女人在车里坐过后，回到家还要抱我。我用力推开他，跑到卫生间，吐得昏天暗地。他过来拍我的背，我被呛得流下了眼泪。水汽朦胧间，看到他焦急的脸，他的表情看起来很在乎我。他强势地带我去医院。我在他的车里如坐针毡，我仿佛闻到了他们的气味，满车的肮脏让我汗毛倒立。我止不住的干呕，即使已经吐到没有东西可吐，却依然控制不了那种冲动。所有的项目检查结果都是正常。医生说天气热，不要吃不干净的东西。回到家，我扔了所有的衣服，把自己锁进浴室，任眼泪呼满脸。丁旭过了来敲门，关切地问我怎么了。我真的很想反问他怎么了，但我说不出口。他很细心地照顾我，给我盖了被子，让我休息。走出卧室前，他拉好窗帘，吻着我的额头说他会一直陪着我。房门闭合，屋里安静下来，我的大脑却一片混乱。我睁着眼，想到头疼欲裂的时候，听到他响起的手机铃声。今天我老婆不舒服，我要陪我老婆。他的声音很大，似乎和电话那端吵了起来。今天我休息，我就在家，我哪也不想去。我想他还是爱我的，只是走错了路。我或许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如果他能和那个女人断了关系，谁的婚姻能没有迷失方向的时候呢？但是10分钟之后，他满脸歉意地进了卧室。老婆，公司出了点状况，我要赶过去一趟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很快回来。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傻子。我默默地看着窗帘上的阳光移动角度，直至消失不见。开门声响起，但他没进来，我猜他去洗澡了。我拨通汽修店小孩的电话，问他丁旭去洗车了吗？姐姐神机妙算啊。他说他没用卡吗？微信结账。他这几次洗车都没刷卡，大概是从我上次提起给他充了3000块钱开始。他真谨慎。丁旭依然保持着去找那个女人的频率，不知道他是太自信还是太自负。在我精神临近崩溃的时候，我决定报复丁旭。我浓妆艳抹地去了酒吧，点了一杯酒，等待上钩的鱼。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他说：美女一个人。我没理他，他径直坐在我的旁边，推过来一杯酒，请你喝一杯。我没有拒绝，只是这杯酒却让我上了头。酒虽然上头，但这种人真的很下头。他想要拉我走。走吧，哥哥看你不开心，带你去开心开心。我甩开他，叫他滚。老公有新人了吧？空虚寂寞，开荤，夫妻关系更和谐。头晕得更厉害了，我厉声对他喊滚。他饶有兴致地在我旁边看着我，说：妹妹，喝了我酒，你以为你还跑得了？我明白酒里掺了东西，他会一直等到我失去抵抗力。我撑着精神叫来服务员赶走他，然后拿出手机，却不知道该打给谁。我翻了一圈，最后点了汽修店小孩。他来得很快，搀扶着我走出这家店的时候却被拦住了。给我下药的男人站在我们面前，
一脸的凶神恶煞。你是谁呀？捡便宜是不是？滚！他像一只炸毛的小狮子，目眦欲裂。这是我姐。也许是看他态度过于强硬，那个人最终让开了。他把我扔上副驾，动作十分粗鲁。轻点儿，我说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他好像很生气，为那样一个人扎直吗？你急什么？我不过是想报复他一下，也没办成啊。我觉得自己的脸有些烫，他生气的样子还挺可爱。他伸手按住我的肩，恶狠狠地说，行啊，报复？你想报复，为什么不找我？我帮你呀。我笑起来，他说的话我还记得。你不是卖艺不卖身吗？为你卖命都行。我还没琢磨过这句话的意思来，就被堵住了嘴。他的吻技不算好，全靠年轻的一股莽劲儿。我唇齿之间充斥着青春的气息。我用尽自己残存的理智抓住他的手，去哪都行，别在车里。我终于想明白，我不该在这样的婚姻里内耗自己。我从来就不是丁旭的附属品，更不会是凄凄爱爱的怨妇。我去了公司，丁旭的助理看到我十分热情，小雅姐，你来了。丁总出去了。我当然知道他出去了，他去找那个女人了。没关系，我在办公室等他。好的。您喝咖啡还是茶？都不用，谢谢。关上门，我打开了电脑。他的办公室里有2台电脑，其中一台有公司的核心技术文件。这份文件的初始版本是我做的。我拿出硬盘，点击拷贝。文件拷贝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听到了李希文的声音。你真是，丁太太来了，怎么不告诉我？我迅速关闭了显示屏，跑到沙发上，随手捞起一本杂志。门刚好打开。哟，小雅，稀客呀，过来怎么不说一声？我似笑非笑地看他，我什么时候还成客人了？你就会找我的茬？他做出一脸无奈，丁旭没在，怎么不找我去？我耸肩，孤男寡女，影响不好。我去。大姐，你什么时候把我当男的了？我想起拷贝到一半的文件，如果被他发现，就不好收场了。我拍拍衣服站起来，走吧，去你那，又收什么好东西了？那可多了。我小心地关好门，心里有点忐忑。敷衍地欣赏完李希文的藏品，我看了一眼时间，刚好1个小时。丁旭去哪了？怎么还不回来？我问。哦。他机不可见地愣了一下，去郊区了，那边项目出了点问题，他去看看。维修项目不是有工程师吗？怎么让他去？我瞪向李希文，你是不是欺负我们家丁旭？我去。就你们俩，我敢欺负谁啊？我适时地转换了话题。丁旭说这附近新开了一家日料馆，我本来想找他一起去吃的。既然他不在，你带我去吧。现在还不到4点半，你就要吃饭？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您请。到电梯时，我故作懊恼地说，瞧我这记性，我忘拿包了，你先下去开车，我一会儿去找你。我用最快速度回到丁旭的办公室，打开电脑显示屏，文件已经传输完成。关了电脑，我把硬盘装进包里。做完这些，我的手心已经一片黏腻。我突然想起我说小孩心理素质差，原来我也不比他强。到那家日料店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丁旭，他过来搂住我，照着我的脸颊亲了一口，问惊不惊喜？我挤出笑容说惊喜。1个小时前，我借口看李希文新女朋友照片的时候，翻了他们俩的微信聊天记录，最新一条是李希文发给丁旭的，你孙子赶紧他妈死回来，你老婆来了。李希文知道他的事，我并不意外，他们是多年的好友。虽然我们3个是同学，但我和李希文是因为丁旭才熟识起来的。李希文哎呦呦地捂住眼睛，你们俩老夫老妻了还这么腻歪，我看不了，我得走了。站那！我厉声叫住他，你不许走，说好了你请客，你得留下结账。若是以前，我巴不得赶走他这个电灯泡，但现在和丁旭单独共处会让我浑身难受。
席间，丁旭如往常一样为我服务。他送到我嘴里的食物，我忍着恶心吃下。你们郊区是什么项目？怎么老出问题呀？我刻意问。他们两个对视一眼，表情都有了些微妙的变化。就是一套安全基站，他们员工素质不行，老弄点小问题出来。这是李希文说的。那不能远程指导吗？去一趟，费用不少呢。我假装没有看出他们的眼神交流。哎，是哈，李希文看着丁旭点头。他们那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，远程指导目前有困难，等培养好对接的人，就不用总去了。这是丁旭说的，他坦然到我差点就信了他。如果不是我知道真相，他真不要脸。我对公司的技术做了一份报告，然后拿给我的老师看。他很认真的研究之后，告诉我，你们的水平不能说是市场最好的，但也是拔尖的。我说，我希望您能帮我做一份价值评估。没问题，过几天给你。我低下头，有些惭愧。他曾经极力挽留我，希望我能留校帮他做课题，但是我拒绝了。老师，如果我当时留下，您说现在会是什么样？他抬手制止我的话，不要陷入无谓的假设。人的每个决定都是适配当下阶段最好的选择，是必然会发生的。我懂了，谢谢您。我笑着说。我去幼儿园接我女儿放学，她欢快地飞奔向我。我最近忽略了她很多。佳佳，我问她，如果爸爸妈妈离婚，你会难过吗？我不难过，我们班很多小朋友爸爸妈妈都离婚了。她说，可是妈妈，什么是离婚呀？离婚就是妈妈和爸爸不在一起生活了。那我和谁一起生活呀？我看他，你想和谁一起生活呢？他皱着眉，想了很久。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。这句话让我很难过。之前我太注重自我感受，而忽略了我女儿的感受。丁旭从未缺失在女儿的生活中，他一直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爸爸。如果我硬生生地将我女儿的父爱剥离，会不会对她有影响？我突然不确定现在最好的选择是什么了。我想，也许我该和丁旭开诚布公地谈一谈。那时我没想到那个女人会来找我。她来时，我正看着我女儿在餐厅的淘气堡里玩，她坐到我的对面，手里拿着一杯奶茶，看上去很年轻。我能坐这儿吗？她态度有些嚣张地问。我看了她一眼，没理她。她可能以为我不认识她，依然执着地问我，我能坐这儿吗？你不是已经坐下了吗？我专心看着我的女儿，没有分给她丝毫关注。哦，对哦。她笑起来，一脸的天真无害。那是你女儿吗？好可爱。打她的主意，你猜丁旭会不会弄死你？她一脸震惊地看向我，你需要这么惊讶吗？你知道我就不能知道你吗？她似乎是不甘心被我占据了主动，气鼓鼓地说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为什么还不离婚？我为什么要离婚？我怀孕了。她说的骄傲。怀孕。我转头看她，我以为那只是他们亲密时为了助兴说的话，没想到他们真的敢干，还真是有破釜沉舟的勇气。你不是说给他生个孩子就再也不见他了吗？现在是在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他瞪大了眼睛。我自认不是一个刻薄的人，但面对他，我没忍住冷哼一声。如果我不离婚，你的孩子就是生父不详的私生子，你们永远见不得光。他很快又调整到战斗状态，质问我，他都不爱你了，你还耗着他有什么意义？很多人的婚姻都没有爱情，依然能过得很好，那是他们没有遇到爱情，但他遇到了，你放开他，那是对他的尊重。爱情吗？我回忆起从前，他爱我的时候，曾包了大巴车，写满对我的爱意，开遍这座城的每一个角落。他被刺激的脸色难看，声音尖锐，那也是从前。我忍不住笑出来。那现在呢？他爱你吗？当然。你也爱他？当然。他回答得斩钉截铁。那你是爱他的人，还是爱他的钱？我当然是爱他的人。还真是，
大言不惭。虽然从前除了丁旭给我的生活费，我从未关注过他有多少资产，但这并不难查。从他的支出上，很容易看出他是从什么时候和这个女人搞在一起的。那好吧，我尊重你们的爱情，从前他给你的转账和送你的东西，算我送你们的礼物。我一字一句地说，但今后你休想占我一分便宜，我会让他净身出户。你凭什么？他真的很年轻，明明是有备而来，却几句话就被我激得溃不成军。就凭他是婚内过错方。我觉得机遇真的是个奇妙的东西，每当我开始犹豫妥协时，总有件事来坚定我的信念。老师说的对，一切决定都是适配当下最好的选择。我对我女儿说，你跟妈妈一起生活好不好？她皱着眉想了想问我，那我还能见到爸爸吗？当然，他永远是你爸爸。我约了李希文出来，在一个会员制的私人会馆里。他来的时候很是忐忑，伸着脖子到处打量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整得跟咱俩要偷情似的。你想跟我偷情吗？我反问他。我去。安小雅，你别闹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坐。我冲他抬抬头。他找了一个离我不远不近的位置坐下，十分谨慎。我准备找丁旭要公司30%的股份，按市场价卖给你。怎么样？公司成立时，我和丁旭各持股30%，李希文持股40%。离开公司后，我把自己的股份转给了丁旭。为什么？他一脸疑惑。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你是不是听见什么风言风语了？他装作恍然大悟的模样。别当真，你还不了解丁旭吗？他爱死你，那个女人找过我了，她说她怀孕了。卧槽！李希文下意识地骂出来，然后迅速改口，那就是个心机女，丁旭是被她设计的，着了她的道。设计了几十次？李希文闭上嘴，眼神晃动。我知道他在绞尽脑汁地想为他的兄弟开脱，他们是多年的好友。李希文，我叫他。啊，你到底要不要？你不要，我就卖给别人了。你们两个人打拼这么多年的公司，要让别人来分一杯羹吗？你怎么能确定丁旭会同意给你30%？初始技术是从我这里开始的，于情于理，我要30不多吧？他咬咬牙，看着我，行，我同意。我选择在结婚纪念日的那家私厨和丁旭摊牌。这是我们决裂开始的地方，那就让他有始有终。老婆，他一脸仓皇地叫我。从那个女人找到我的那天，我就带着女儿回了娘家。算起来，我们已经有2周没见面了。丁旭，谈谈离婚条件吧。我不离婚。他抿起嘴，一脸坚定地看我。你要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坚定，我们何至于走到今天这步？老婆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好不好？丁旭，我给过你机会。我冷冷地看他，从我跟你说洗车卡的时候开始，你是真的相信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还是抱着侥幸心理？你再去洗车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用会员卡结账了？你跟踪我？他一脸的不可置信。我冷笑，你一直觉得我高分低能，你就没有想过我的低能是对你的信任吗？这是他和他妈妈在医院走廊里说过的话。他说我缺乏常识，说我反应迟钝，说我一根筋，说我除了专业什么都不灵光，说我照顾不好女儿，让女儿受了委屈。那时我刚刚生了孩子，家里请了月嫂，女儿所有的饮食起居都由月嫂来照顾，我的心思扑在技术更新上。那天月嫂有事出门，女儿哭得厉害，我手忙脚乱地给她换尿片，却不小心把她推到了地上。我慌张地给丁旭打电话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放下工作赶回来，把女儿送去医院做全身检查。他对我说没关系，但我却在楼梯口听到了他和他妈妈的对话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对我怨气那么大。后来他妈妈跟我说，女人就该把家庭照顾好，在外面打拼是男人的事。一个女人要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，家里就会一团糟。于是我离开公司，专心照顾女儿，不再参与公司的业务运营。
我曾经以为这是正确的，男主外女主内才是一个家庭的正常模式。我笨手笨脚地学习家务，手忙脚乱地度余生活，小心翼翼地照顾女儿和她的起居。我放弃了我擅长的领域，专心于家庭的维护，结果却输得一败涂地。老婆，别叫我。我打断他，我们的共同资产算是你对我和女儿的补偿，我已经拟好了明细，你签字就可以。小雅，他还在试图挣扎，我可以处理好那个女人，那孩子怎么处理？他看我的眼神里有了一丝犹豫，我咬咬牙说，我们继续吧。公司的股份我要30%。小雅，都给了你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不可置信地看我，你不是还剩30%的股份吗？我淡淡说，够你和他生活了。小雅，我们的共同财产归你，等我处理好这些事，我会重新追求你。30%的股份，到时候我会送给你做求婚礼物。他竟说得十分诚恳，诚恳到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从没发现他这样无耻。丁旭，我们现在谈的是离婚。我打断他，财产分割书和股权转让书在这里，你签好字就可以了。小雅，你一定要这样绝情吗？丁旭，你是佳佳的父亲，所以我留着情面。我知道情分已经不能打动他，更清楚法律不会对他有太大的惩罚，只有我可以。我把老师给我的评估报告推了过去。公司的核心技术，我做了市场评估，如果我愿意卖出去，我得到的要比和你分割的多得多，但那样你和李希文可能就要露宿街头了。我希望佳佳的父亲可以保留一份体面。他有些惊愕，小雅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单纯的人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算计我的？从你和别人准备生孩子的时候开始吧。我看他，丁旭，好聚好散吧。我和丁旭最终办理了离婚手续，女儿归我。我女儿抱着他天真地说，爸爸，你和妈妈离婚了，也别忘了我呀。他紧紧地抱着我的女儿，不停地亲吻她。阳光下，我看到她红了眼眶。小雅，我能再追你一次吗？他拉着女儿的手问我，眼里满含深情。我告诉他，那是你的自由。但是我大概真的高估了一个男人在某个情境下意气用事说出的话。他和那个女人在他们的孩子出生前结了婚。后来我碰到了李希文，他讪讪地对我说，安小雅，真有你的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从他决定买我那30%的股权开始，我就知道他和丁旭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即使他愿意把这30%送给丁旭，丁旭也会认为是被我和他联手算计了。我的生活与从前没什么不同，只是多了一个经常出现的小孩。他呲着一排大白牙对我说，姐姐，做人得讲道义，你不能用完我就不认人了，我们好歹也曾是战友。我没接他的话，只对我女儿说，佳佳，叫哥哥。哎，他突然蹲下身，哄着我的女儿说，叫叔叔，叔叔送你个礼物。我女儿抬头看了看我，见我没有反对，甜甜地叫了一声叔叔。他从身后掏出一个方盒子，我女儿十分兴奋地喊，妈妈，是艾莎存钱罐。回到家，女儿抱着存钱罐跑过来，她说，妈妈，有钱。我取出了所有的钱，不多不少，整1万块。我拍了照片发给她，她的信息回得很快，送给佳佳小公主的见面礼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我说，那我请你吃顿饭吧。她来的时候穿得很正式，脸有点红。迎着晚风，她清了清嗓子问我，我们这算是约会吗？不算。我说，我是来斩断他对我不该有的情根的。我的感情可以没有未来，但我不能耽误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准备开启我的长篇大论。我比你大10岁，你怎么这么迂腐？他突然打断我，你就是比我大20岁，离8次婚，带一窝葫芦娃，你也是你，都不能成为你拒绝和我的理由。好吧，果然是年轻人。我调整了一下思绪，重新说，你父母，我爸说了，我就算带个男人回家，他都不意外。好开放的家风。再来，我没想过再婚。安小雅，你脑子瓦特了吧？
我什么时候跟你求婚了？我说我想和你在一起，就是谈谈恋爱而已。我心机深，不会让人占到一分便宜。你也见识过我对付丁旭的手段，合则聚，不合则散。如果我爱上别人，我会告诉你，你如果遇到比我更好的人，也不用为难。我只是现在忍不住想亲近你，想抱你，享受当下就好。我愣愣地看他，突然有些讽刺。呵，年轻男人的话，安小雅，你说你长得不老，怎么满脑子老古板？你就告诉我，那次你感觉好不好？嗨嗨，我疯狂地咳出了声，我没想到他会说得这么直白。你想不想在？我捂住他的嘴，严厉地喝止他，你小点声。他乖乖地闭上了嘴，眼睛里却满是不服。好吧，我松开手，我不喜欢你。不可能，他梗着脖子说。怎么就不可能？你不喜欢我，你为什么叫我出来？我请你吃饭，那你请啊。那走啊。我有种心塞的感觉，转头就走。他像一只小狗一样跟了上来，然后拉住了我的手。我怔了2下，没有挣开。算了，随他去吧。全文完。